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又是一个空瓶记，我又攒了很多吃的、喝的、用的一些空瓶，然后今天再来跟大家分享。每次我在整理空瓶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好像是一个收破烂的。今天拍完视频，终于可以把它们都扔掉了。今天的东西感觉数量还算挺多的，所以每样产品我可能会过得比较快。然后其中有一些我特别喜欢，然后买过很多次，然后也非常推荐大家去尝试的。我会在视频旁边的字幕上写上，写什么呢？这个吧，这个彩虹的 emoji。如果大家在旁边的字幕上有看到5个彩虹的 emoji， 就说明我对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喜欢，然后应该算是我的 all time favorites。有这个5颗彩虹标志的东西，大家一定可以去试试看。OK， 大家记住这个小小的暗号，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视频。那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先来说一些早餐的东西。首先是这2个东西，也是我们最近早餐经常吃的，洋洋名典的，一个是猪肉糯米烧麦，一个是这个叫什么？这个是猪肉荠菜包。速冻早餐就是里面是冻好的包子和烧麦，这2个都是我们很喜欢吃的味道。荠菜包里面是绿色的那种菜的素馅，我觉得挺好吃的。然后天哥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它里面那个馅虽然是素的，但是味道还挺足的，然后它调味还不错。每一颗包子的个头也不是特别大，早餐的话一般吃2个就差不多了。天哥特别喜欢吃这个荠菜包，然后我觉得也还不错。然后我更喜欢吃的其实是这个糯米烧麦，它是那种小烧麦，大概这么大一个，里面的馅是香菇、猪肉、糯米，然后外面这个皮是那种透明的死面皮，比较透明、比较有弹性的那种。这个烧麦就有点像我小时候在国内吃的那种外面小摊里面卖的那种烧麦，就是很香，然后里面的糯米是加了酱油调过味的那种烧麦，应该是我在新加坡吃过的最接近就是小时候吃的那种烧麦的口感。它的个头比较小，如果当早餐吃的话，可能2到3个，就差不多。每一包里面都有9个，然后早餐的时候我们就会混在一起，比如说蒸2个包子，然后2个烧麦，这样搭在一起就刚刚好。都是在生松超市的冷冻柜里面买到的，2个都还挺好吃的，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品牌叫这个洋洋名典。我们俩其实平常早上吃面包会比较多，然后偶尔就会吃得很腻，就想吃一些中式的早餐，然后我们就会吃这个。之前我们也吃完了很多包了，所以给大家推荐这个。然后下一个也是2包，是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个granola， 有甜味的混合燕麦。这个 Amazing Grace 这个品牌的，然后这2个味道是我最近吃完的，一个是 Salted Gula Melaka，就是椰糖味的，然后还有这个叫做 Hazelnut Black Forest， 这个品牌的 granola 我觉得都做的还不错。然后它是那种料比较丰富，然后每一颗麦片上面都是有味道，就是有调味的那种。像这个 Hazelnut， 它上面就会有那种可可粉、巧克力在里面，然后它里面还要加一些干的果干，然后还有 Hazelnut， 还有榛果的那个果仁。它算是比较甜的 granola，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用来拌那种原味无糖的希腊酸奶。我一般都会加一些比较甜的水果，然后加这个麦片，就可以直接吃那个酸奶碗了，不用额外再加糖或者蜂蜜。这2个味道里面，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 Hazelnut Black Forest， 它里面有加可可粉，然后吃起来就有很香的巧克力可可的味道。然后这个椰糖味的其实也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它那个椰糖味道不是特别的浓，比较推荐这个 Black Forest， 这个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应该所有比较大的超市里都能买到 ，Fair Price、Cold Storage 都可以买，然后 Redmart 应该也有卖的。OK， 然后就是 Bagel， 这个之前跟大家也分享过，是 CCC 的 Bagel， 这个应该是我在新加坡最经常买的一个 Bagel， 因为它不会那么容易断货，然后也很好买。我一般都是从 Redmart 上面会买个2包左右，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冷冻起来，每天早上就跟天哥1人1个。吃起来很方便，然后冷冻的也可以放很久，在 Redmart 上面也不太经常缺货。个头算是比较大的 bagel， 吃起来的口感是比较 chewy 的。我现在冰箱里面应该还有个2包的囤货。这2个一个是蓝莓的味道，然后一个是原味的。我觉得差不太多。我一般比较喜欢吃原味的，因为原味的话你配任何口味的 cheese 都可以。每次空瓶期都会出现的 bagel 的包装袋，它这个后面有一个拿着擀面杖的小朋友。这个图案，其实早餐的东西我很多觉得不太好吃，比较一般的，我都没有留袋子，就直接扔掉了。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空瓶基本上是我已经筛选过1次的东西。然后说完了早餐，接下来给大家看我们
最近吃完的一些 cheese 真的好多，这个是吃的最多的，也是吃的最快的，也跟大家分享过好几次 Amina 的 cream cheese， 然后它是有调味的甜味的 cheese， 我目前最喜欢的是这个蓝色的，就是香草味道的，应该是我吃的最多的就是这个香草味。然后其次我也比较喜欢吃这个坚果味道，然后这个 rum and raisin 也不错，基本上每天早上都会出现在我的餐桌上的。然后最近我也有尝试一个新的 cheese。Kili 这个品牌的，然后我买不到他们家其他味道的，只有这个咸味的，然后里面是有蒜和一些香料的。它这个一盒里面是有6个那种方格的，一小块一小块的 cheese， 就是你这样拉开，有6个摆在里面，已经被我吃光了。这个我记得买了很久了，然后吃了很久才吃完。它的 cheese 的质感很不错，很绵密的那种，然后里面的味道也还行，可能就是我自己更喜欢吃甜的，所以我觉得它一般般。品质还是很不错的，然后还吃完了2个这个 Brie cheese， 这个品牌的红色字的，我觉得它不算是那种你吃起来会很惊艳、特别神奇好吃的那种 Brie， 它是属于比较价格比较便宜，然后普普通通的好搭配，然后不太会出错的一个 Brie。早上我会把它切片，然后夹在可颂里面当三明治吃，然后晚上有时候喝酒的时候配它，我觉得也还可以。不像我之前吃过的一些像是 truffle cheese， 它本来自己的味道特别重，然后很香、很 flavorful 的那种，它就是整体比较普通，然后价格比较便宜，你把它放冰箱里面，随时就可以拿出来吃，然后跟其他的东西也都很容易搭配到一起。它的味道算是比较清淡、比较 mild 的那种 cheese， 它的皮没有很重的臭味，然后里面如果加热的话也是会有流心，比较 creamy， 比较软，整体还 OK， 适合日常吃的一个 cheese。我每次都是去超市的时候会买个2、3个，它的保质期是到2023年，所以就一直放在冰箱里面，需要的时候就吃。吃完了2盒这个，好像吃的时候我也有拍 vlog，2个这个 curry sauce。然后就是那种咖喱酱，然后它是已经煮好的现成的，里面有一个那种料包，拿出来加热一下，然后倒在饭上面就可以吃了，就是普通正常的咖喱的味道。这种我觉得剩菜非常方便，你也不需要切任何的蔬菜，不需要去煮你的咖喱。我一般会备个几盒放在家里，临时如果想不到吃什么的话，就吃它，也比较方便。味道的话，其实跟自己煮的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我喜欢吃这个 medium hot， 就是有一点点辣味的咖喱，我觉得没有那么腻，吃起来还可以。然后吃完了2包螺蛳粉，我一般都是吃这个好欢螺这个品牌，然后这个紫色包装的，它紫色这个包装是300克，就是分量比较小一点，还有一个黄色的包装是400克，就是面比它要多一点。我一般就吃这个紫色的就够了，然后有时候加的料比较多的话还吃不完。之前有尝试过螺霸王和一些其他品牌，我觉得都差不太多。然后好欢螺的算是味道比较浓、比较重的，如果你喜欢吃比较重口味的话，可以试试好欢螺的品牌。现在在新加坡其实买起来很方便了。我每次去思佳客买东西都会顺便买个1、2包。每次天哥出门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吃螺蛳粉。然后还有一个我吃螺蛳粉的时候的一个小习惯吧，我会喜欢稍微放少一点点水，这样它的味道会更浓更辣。甚至有一次我吃过干拌螺蛳粉，我觉得也还不错。把里面这个粉煮熟之后，然后把水倒掉，再加它那些调料，然后再稍微煮一煮和一和就可以吃了。它的味道会更浓更辣一点，但是因为没有汤，也比较适合夏天很热的时候吃，所以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干拌螺蛳粉。然后还吃完了2包这个 Buffalo Wings Farm Pride 这个品牌的，这个我忘记有没有跟大家分享过了，应该是我最喜欢吃的一个冷冻的鸡翅，做起来也很简单，就用空气炸锅大概10分钟就可以了。它是烤翅，所以吃起来没有那种炸的，就是感觉那么油腻。然后它里面全部都是鸡翅的长得像腿的那一部分，它没有那个翅膀的那一部分，吃起来全都是很嫩很 juicy 的肉。这个我也吃完好多包了。我们一般晚上如果觉得少一个肉菜，或者是觉得没吃饱的话，就会炸这个鸡翅吃。然后还有一个最近我很爱吃的零食是这个劲仔的深海小鱼，我真的吃完了好多包。可能因为我是湖南长沙人，然后在我小时候，我们家那边超市里就有很多这种辣的小鱼仔的零食卖，
还有各种不同品牌的各种不同味道的。我从小就还挺喜欢吃这个辣小鱼仔的，它一大包里面是有很多小包，然后每一小包大概有个4、5条小鱼。然后我最喜欢吃的味道是这个麻辣味，像这种类型的零食我都比较喜欢吃辣的，就是它一定要够辣才不会腥。然后我很爱吃这个麻辣味，天哥总是说我是牛蛙杀手和小鱼杀手，因为我很爱吃牛蛙和这个小鱼仔。这个应该也很多地方有卖，我前几天看到 Redmart 上面有卖这个了，然后在思佳客就是中国超市里面也都有卖，大家如果路过的话可以去看一看。不过它真的很辣，如果你不太能吃辣的话，还是不要尝试。OK， 然后咖啡豆，这一次喝完了好多包咖啡，然后我把这个袋子都留下来了。这个是一个澳洲的咖啡烘焙店，然后这一包是我朋友买了送给我的，我觉得很好喝，很 creamy， 但是它好像不太好买。在新加坡有一家咖啡店叫做 Ballads of Anna May， 在 Tanjong Pagar 那边，它是一家男士理发店，然后门口有一片小小的地方就是一个咖啡店。他们家咖啡豆我觉得是好喝的，要去店里买才能买到，应该。然后这一些全都是 Common Man 的，也是新加坡很老牌的咖啡店。然后他们家我喝过很多种不同的味道，但是到目前我觉得我最喜欢的还是他们家最基础的这2个。这个是22 Martin， 是他们家的那个咖啡店的地址取的名字，就叫这个22 Martin。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CMCR Espresso， 它是比较偏中深烘焙，没有什么酸味，然后比较适合做奶咖的那种咖啡豆，我比较喜欢这一挂的。然后酸的豆子其实我也爱喝，但是我不能加牛奶喝。偏酸的豆子我喜欢喝浅烘焙的，然后我喜欢加冰，很冰的冷萃咖啡，我是爱喝的，所以也分不同的做法。然后这些豆子就印象不太深刻，但是有一个上面我写了字，这个上面写的是香，好喝，对吗？哦。我想起来，这个是天哥特别爱喝的一个豆子。那天我给他用这个豆子泡了一杯咖啡，他就马上说这个特别香，他很爱喝这个 Golden Raisin Hazelnut and Milk Chocolate。也是比较偏，它也是偏中深烘焙的，比较适合奶咖的那种豆子。这个名字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下。然后下一个，这个是智光师，是国内的一个咖啡豆品牌。这一包是北野武。也是我很喜欢喝的一个豆子，很适合配牛奶的 espresso 豆。大家如果在国内找豆子的话，可以去试试这一款，我觉得还不错。然后还有这个是 Highlander Coffee， 这一包是我当时买咖啡机的时候，他们送了几包咖啡豆给我，这是里面其中一包，然后都是一样的味道，所以我就留了一个袋子。我印象中好像就是比较普通，比较一般，然后也不错，也可以喝。他们家这个豆子算比较偏苦的味道。我应该不会再去买了，因为还有很多更好的选择。然后还喝完了3包，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我也很喜欢的 Dutch Colony 的这个 Colonial 这个味道，这3包是一样的，也是特别适合做奶咖的豆子。然后他们家的那个豆子的 crema 特别的丰富，我也很喜欢。但是我喝过太多了，我已经有点喝腻了，所以之后我应该会多尝试其他品牌的豆子。之后如果再碰到特别喜欢的，我再跟大家分享。但如果你没有尝试过这个的话，可以去试试看。我已经可能喝完20包了，这就是我最近喝完的一些咖啡豆。然后还有一个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燕麦奶，这个欧塞的燕麦奶。据我的了解，它应该是一个印尼的，是印尼品牌吗？不太记得了。你看他们的网站做的也好可爱。你看它这个网站，你这样往上一滑，它这些东西就全部都散掉了，然后就到他们这个牛奶。哇，太有趣了，太可爱了。他们的设计就做得很前卫，很可爱。然后这都是次要的，主要是他们的奶真的很好喝。Where is Oatside made？ 是的，是印尼的品牌，比我之前喝过的任何品牌的任何款式的燕麦奶都好喝。然后我用这个燕麦奶招待过无数我的朋友来我们家喝咖啡，我都给他们做那个冰的燕麦拿铁，每一个人都说很好喝，然后大家都去买这个奶了，给大家推荐，一定要去试试看。之前我喝过的燕麦奶，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水的，而且一般的燕麦奶加了咖啡之后会特别凸显那个咖啡的酸味。
就整个燕麦拿铁喝起来会有一点点酸酸的，所以之前我对燕麦拿铁都是保持OK 可以喝，但是也不是说非常喜欢的那种态度。但自从我喝过欧赛之后，我觉得燕麦拿铁是比正常牛奶的拿铁更好喝的一种做法，所以我现在冰箱里面会常备4瓶奶，有2瓶是那个明治的红色纸盒的那个牛奶，会用来做热的拿铁，就是用来可以拉花，然后还会有2瓶这个欧赛的燕麦奶冰拿铁，我就会用这个欧赛来做。然后我在冰箱里面永远都会放2瓶，就是前面1瓶喝完了，后面1瓶马上续上，一定要有源源不断的存货，才会觉得很安心的一个燕麦奶。我现在每次买它都会囤整整1箱来喝，一盒可能最多就做个可能2到3杯燕麦拿铁就没有了，所以喝起来其实速度也挺快的。然后这边还有1瓶之前当时我在尝试不同品牌的时候买的另外一个叫做 Otis， 它的瓶子做的很好看，这个就是比较普通的燕麦奶，就喝起来没有这个那么好喝，没有它那么浓那么绵密，然后也会有一点酸味，所以这个就不要买了，就去买这个品牌就可以了。然后说完咖啡，我们来到早 C 晚 A 的晚 A 部分，给大家分享几瓶我最近喝过的觉得还不错的酒。首先这个是之前给大家爱用品里面说过的 Dr. Lucent 的雷司令，很好喝，我一直有在不停的买。然后这一瓶是我当时从普吉岛回来的时候在新加坡机场找到的，我去了2次，第一次有买到，第2次就没有买到这个雷司令。所以大家如果近期出去旅游回来的时候，可以去樟宜机场看一看有没有这个买，如果能买到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价格也不贵，好像30-40块新币1瓶，长这样子的，大家可以截个图，然后到时候去机场的时候可以对着去找一找，如果能买到的话，机场的价格也不错。然后还有一个最近我新发现的品牌叫做美乃素这个品牌，然后他们家其实是做美酒的，我的美酒其实还没喝完，我拿过来给大家看。哎呀，好像在冰箱里面有一点，这个在冰箱里面有点弄脏了。这一瓶就是美乃素的美酒，但是这个我喝的比较慢，它还剩大概这么多。然后这一瓶是同一个品牌他们出的一个柚子酒，2个都很好喝，我都很喜欢。然后美酒的话，因为它的那个液体的比较浓稠，它的 viscosity 比较高，所以它是喝起来很甜，然后酒精度数稍微高一点点，然后就是喝着比较腻的那一种酒。它的味道是很好喝的，我觉得比那个，我就把那个也拿过来。这一瓶美酒我也有，就是抽雅的很经典的那个Single Year， 这瓶我也有，我觉得美乃素比它要稍微更好喝一点点，但是因为它很甜，然后口感很浓厚，所以每次我就喝不了太多，我每次都会加很多冰块，但是其实一次性也喝不了太多，因为它太甜了，喝的有点腻，到现在都还没有喝完。然后当时应该是好几个月之前，这2瓶我是同时买的，这一瓶柚子酒就喝得很快，因为它的度数只有8度，然后它喝起来很清爽，毕竟是柚子嘛，就有一点酸酸甜甜的酒的味道，所以这个就喝得很快，可能打开之后大概1周之内我就把它喝完了，每天晚上就喝一点点，喝1小杯，一下就没有了。所以这一瓶是我比较惊喜的一个酒。其实当时我买的时候，我主要是冲着这个去的，然后正好也有看到同品牌有这个柚子酒，所以我就买来试试看。没想到我反而更喜欢这个当时顺便买的，所以这个很推荐，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然后同时，如果你也爱喝美酒，或者是在寻找一个比较不错的美酒的话，这个美乃素的这一瓶其实也很不错。这2个我好像当时是在 Redmart 上面买的，然后应该像 Shopee 和 Lazada 应该也有店在卖，还不错，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我觉得也还不错，这个 Rio 的果汁鸡尾酒，它有很多，可能有10多个不同的味道。然后我目前喝过最喜欢的是这个桃子味，白桃白兰地风味。这个就上面有一个大桃子，这个粉红色的这一瓶，就是喝起来很像是你真的在吃一个非常多汁、非常软的那种水蜜桃的味道，就不是那种假的桃子香精的味道。然后它的酒精度数只有3，所以一般就可以当一个果汁来喝就可以了，也很好喝。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饮料类的东西是这个 If 的椰子水，这个椰子水是我目前喝过的我最喜欢的品牌，然后它的味道就比较清淡，就是很清爽的 Young Coconut 的味道，就是小椰子的味道。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用它来煮那个椰子鸡，我也是用的这一瓶，
他们之前只有那个小的塑料瓶的包装，大概可能就是500毫升左右。然后他们现在新出了这个1升的大包装，直接喝或者用来炖汤、用来煮椰子鸡都很不错。我一直都几乎只买这个品牌的椰子水。食品类和饮料类的东西都说完了，然后接下来有一些家居类的和一些个人护理类的东西。第一个是这个 Quico， 它是花王的一个地板清洁湿巾。然后是搭配他们家自己的一个搭配，这个东西是花王自己的一个地板清洁拖把，我觉得很好用，它吸附灰尘的能力特别强。它的湿巾并不是一片普通的薄的那种，就是平平的那种湿巾，它上面有一些小小的纹路，就感觉比较厚，然后有一点点那种毛毛的感觉，拖地的时候就可以吸起来很多的灰尘、头发和垃圾。它一片湿巾正反两面都可以用，然后也可以拖很大一块地方。它的价格确实是同类产品里面比较高的，但是我觉得确实是比其他那种便宜的湿巾要好用很多。然后还有也是一样品牌，也是花王的。这个东西它是绿色包装的这个，然后是专门用来擦跟食品相关的地方，因为它是植物成分的，所以就用起来比较安全，比较安心。平常比如擦一些能够接触到食物的地方，像是餐桌然后冰箱里面，我一般就会把它放在餐桌的附近，然后每次吃完饭之后就用它擦一下，很干净，然后也可以除菌，然后也比较安全，比较放心。它的使用感受也不错，它是有一点淡淡的绿茶的香味，然后它里面的纸巾是那个网格纹的，很快很轻松就可以擦掉桌上的那种油渍什么的。然后它还有一个同系列的，也是这个绿色，然后它也是食品级别的，但是它是一个喷雾，就是你可以把它喷在桌上，然后再用厨房纸巾把它擦掉。但其实这种纸巾的包装就更方便一点，你不需要去喷，然后也不需要再另外找一个纸去擦，很简单，很顺手，蛮好用的。然后还有一个厨房清洁类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这个其实不算一个空瓶，我还没有用完，但是我把它特地拿出来跟大家说一下，是因为我以前一直都很喜欢用这个维达这个品牌的厨房湿巾，之前其实在新加坡是很难买到的，然后我其实有买过几次，但是都是从淘宝转运过来新加坡才买到的，所以就买起来不是很方便。然后上个星期我发现新加坡也可以买到这个品牌的厨房湿巾，就在 Redmart 就可以买，然后价格也不错，品质也是跟我之前从淘宝买的是一模一样的。一个这样的盖打开之后，里面就是也是一张一张的那种湿巾纸，正好这还有，我拿出来一张给大家看好了。它是属于比较大一张的那种湿巾，也比较厚实的那种，它都不怎么透光。然后它上面也有做这种小小的网格纹，这种格纹的质感我就很喜欢。你在擦东西的时候，擦台面的时候，很容易就可以把脏东西给蹭掉，比那种平的要摩擦力大一点。然后它这个湿巾上面是有那种去油的清洁剂的，所以你直接用它来擦灶台、厨房台面，就可以直接把油擦掉。它上面的这个清洁液的量，我觉得是刚刚好的。之前我用过一些纸巾，它上面的那个清洁剂特别多，摸在手上就滑滑的，稍微擦一下之后还会起很多泡泡，那个我觉得就是清洁剂有点太多了，你用它擦完之后还需要再用纸再擦一遍，这个就不用，它的剂量刚刚好。但是它因为清洁剂不算特别多，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日常，就比如说我今天做完饭炒完菜，然后就拿出来马上擦一擦。对于那种已经放了很久干掉的那种顽固污渍，它是不太好擦，就是你要很用力去擦去蹭才行。像那种顽固的污渍，我就比较推荐你用那种泡沫质感的喷雾去喷在上面，然后给它敷一下再擦掉，它就会比较好擦。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适合日常用来清洁厨房的一个小工具。然后我们还用完了2包这个Finish 的洗碗凝珠，它这个就很像那种洗衣凝珠。我刚刚在网上搜了，在新加坡好像是买不到这个版本的，新加坡只有那种 tablets， 就是硬的洗碗块儿。但是它这个是凝珠，它里面的洗洁剂是液体的。这个是我之前在应该是618的时候从淘宝买到新加坡来的。我用下来感觉区别不大，但是我觉得可能凝珠这一款稍微去油的能力稍微强一点点吧，因为我们家用过的碗筷其实也不会说有特别油的情况，所以基本上那个洗碗筷和这个凝珠都可以洗干净。但是我比较下来，可能是它这个配方有升级，我觉得凝珠的去油效果还是要稍微强一点点。但是新加坡也不是很好买，我觉得用同品牌那个洗碗筷效果是差不多的。我们家现在也是用的那个洗碗筷。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差别。我们家用这个洗碗筷还挺快的，因为我们几乎每天至少每2天吧都会开一次洗碗机，这个也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东西。烧完了一个 Le Labo 的蜡烛，叫做这个 L'Oreal 62号，这个香味是属于非常木质的香调。其实我很喜欢 Le Labo 的蜡烛，我觉得它烧起来扩香能力还蛮强的。包括我现在桌上正在烧的一个，这个也快烧完了，是 Le Labo 的17号。这个是当时过生日的时候我朋友送的一个体验装，就是它一个小盒子里面有3个不同的味道。用下来我觉得 Le Labo 的蜡烛还不错，它挺经烧的，就是这么小一罐，我感觉可以烧挺久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这个燃烧的时候它的这个火苗算是火苗比较小的，然后它烧起来就是慢悠悠的，然后就感觉不会那么快的把蜡烧完，可能是这个原因。然后它烧起来之后扩香的能力也很强，所以我对 Le Labo 的蜡烛还挺有好感的，之后可能会去买大瓶装的那种。然后还有一瓶这个是 Aesop 的那个漱口水，我就觉得它的瓶子很好看，然后我之前也把它洗干净，准备留着用来当花瓶用。它这个漱口水有一股很浓的八角味，它瓶子上其实就写了，上面是有什么八角啊、香料啊之类的，然后它闻起来就真的是非常浓的八角味，我觉得是属于那种非常挑人的漱口水。如果你喜欢的话，你肯定会非常非常喜欢；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应该碰都碰不了的那种东西。我用下来，我感觉我也没有说非常不喜欢它，但是我可能也不会再买了，因为它这个味道我觉得没有就是这个漱口水那么正常，它还是有点奇怪的，比他们家其他的所有的产品的味道都更冲，然后更有那个香料感一点。但是瓶子真的很好看，可以用来插花。然后就是这一瓶漱口水，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这个 TheraBreath 绿瓶子的漱口水，它是有非常非常淡的薄荷味，然后用的时候一点都不刺激的那种漱口水，很好用。我现在还囤了2瓶。然后我还用完了2个防晒霜，一个是这个雅漾的，一个是这个理肤泉的。这2个防晒霜同一个配色的，但是它们的使用感天差地别。这个理肤泉这个很好用，它就是那个里面有一个小珠子的那个涂改液一样的防晒霜，然后它挤出来的液体是很有流动性的，然后涂在脸上不会很厚重，不会搓泥，然后也不会很有存在感，这个用的很舒服。然后这个我不知道是从哪里，好像看到谁推荐的雅漾的防晒霜，然后我就去买了。我觉得很不好用它挤出来就是很厚重的那种乳霜的质地，然后涂在脸上也就是感觉很不舒服，脸上就明显感觉自己涂了防晒霜的感觉。然后它的防晒指数其实也不高，它只有51个加，我几乎是咬着牙把它用完的，再也不会买了。而且我当时好像还买了2瓶，我想起来了，是在直播间买的。因为有时候在直播间看的时候，人家推荐这个东西，我想着防晒霜肯定是要一直用的嘛，所以我就会经常囤一些防晒霜，然后买到这种不好用的就真的用不完。然后用完了2瓶面霜，一个是这个科润的敏感肌肤的面霜，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霜。这2个应该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面霜，然后也是用完过很多瓶的，2个都很适合敏感的干性皮肤。然后科颜氏这个的保湿能力更强一点，科润的这个就更适合你皮肤更敏感的时候。2个都很好用，然后也都价格不太高，也都很好买，所以这个也是我的常备产品。2盒这个 Dr. Jart 的面膜，这个是今年才开始用这个品牌，然后这2个都是没有什么太多功效，就是纯用来保湿的面膜，我觉得还不错。用完之后皮肤确实会感觉比较水润，然后保湿效果还可以。其实我以前买面膜喜欢一次性买很多很多，比如说某一个品牌的我觉得好用，我就会买20片，然后就放在那儿用好久好久都用不完。然后现在我就学乖了，每次我都只买一点点，就最多买这种5盒1包的，我觉得量就刚刚好，等我差不多刚刚有一点用腻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换新的用。然后还用完了一个这个是之前我朋友推荐给我的一个发根生发的一个产品，这个品牌的 Maro， 新加坡的屈臣氏就有，但是有一个问题，它这个东西好像是给男生用的，就是我买回来之后才发现它上面有一个男士用，这个写的是给男生用的，
然后但是我那个时候已经买了，所以我就也没有管它，我就一直在用。有个盖子，然后你摘下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喷头，还比较长，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喷到你的那个头皮根部的位置，用起来也还挺方便的。是有用的。我觉得我头发前面这边会长出一些小小的绒毛，所以这个还不错。不知道为什么它写的是给男生用的，如果你是男生的话，你可以试一下。OK， 然后今天最后一个产品了，我用完了一盒这个蒸汽眼罩，这个应该也是非常老牌的产品了。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好多年吧，我都没有再用过这个。然后是那天我们去名丹岛旅游的时候，我跟我朋友一起，然后他给我们两个都戴了这个蒸汽眼罩，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给我用。然后我当天晚上就觉得睡得很舒服，然后眼睛就热热的、润润的，感觉皮肤状态也很好，变得很嫩。然后我就突然又重新捡起了对它的喜爱。所以我就又去买了2盒，然后现在就是比如说出门旅游的时候，或者是有时候剪视频特别累，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会敷一个这个在眼睛上，还是很舒服的。入睡的那20分钟的时候，如果敷的话，就会觉得很舒服、很舒缓、很放松。所以老牌产品经久不衰，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去日本旅游的时候，还去那个药妆店专门找这个东西，然后还买了很多带回家。当时也很喜欢，所以最近发现其实很多老牌的产品，它确实还挺好的，很经典。OK， 那今天的所有东西都跟大家说完了，这些东西可能是我最近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用完的吧。一般我如果把这个东西的包装袋留下来，就说明我对它是有话要说的，要不然就是我比较喜欢，想跟大家分享推荐，要不然就是我觉得它不好，所以大家可以避开这个产品，就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参考价值。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拜拜。